为什么中国女人出轨率世界第一？可能有不少女性的听众朋友啊，一听到我说中国女人出轨率世界第一，可能很多这个女性啊非常生气，说老梁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说中国女人历来是勤劳、善良、能吃苦、守规矩，何况中国这个封建教育这么多年，怎么它得有一些三从四德的东西吧？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个结论呢可不是我得出来的，谁得出来呢？中国著名的性社会学之父潘绥铭，他研究的结果。那么了解性学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人，他原来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研究过很多和性有关的大众课题，比方说为啥会有性骚扰啊，为啥禁止卖淫嫖娼很不容易啊，他的课题呢都引发过很深的社会反响。说他有一次参加人物杂志采访的时候呢，记者就问他，你觉得中国女性近3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潘绥铭教授就说了，说最让我震惊的变化就是中国女性的出轨率大幅度上升。说出轨率多少呢？经他的调查，每15个媳妇里头就有2个出轨的，就是7个半女性里头就有1个出轨的。说这个比例呢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这是他的研究成果。当然了，很多人一听这不服气，哪有那么大比例啊？那我认识的这些人，这些媳妇怎么没有就出轨的呢？其实啊，不一定是没有，也就是你不知道。嘿嘿，这种事儿也不好跟外人说，所以中国有句俗话嘛，叫家丑不可外扬。说出轨这事儿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谁也不愿意让外人知道。你比方说这个《水浒传》里头，说这个玉麒麟卢俊义，他老婆就出轨了，和他的管家李固啊，俩人好上了。后来这个梁山伯呀，好汉下来给他报仇，卢俊义生气呢，把这个奸夫淫妇就给绑上了。这时候特别有意思，卢俊义先找宋江，说这对奸夫淫妇，我该当如何处置？宋江说你自行发落吧。卢俊义一听说那好，我要给他俩人剖心挖肝，解我心头之恨。那么在行刑的时候，他嘴里怎么说的呢？他说的是泼妇贼奴。大伙琢磨琢磨啊，当宋江面他说奸夫淫妇，可是一出去执行刑法的时候呢，他管他叫泼妇贼奴。这有啥门道呢？说白了是给自个儿遮羞呢。前面跟宋江报告的时候呢，在忠义堂里面，其他人都是知情的自家兄弟，没必要藏着掖着了，就说实话了。后边杀俩人的时候是在忠义堂外，外面还有一群呢水泊梁山呢，不知道咋回事的小喽啰兵丁呢，所以你让他们知道咋回事，这不看自个儿笑话吗？所以奸夫淫妇变成了泼妇贼奴。你看这个细节，我估计很多人没注意。那么现在很多人也一样，打落牙啊往肚里边吞，胳膊折了得吞到袖里边，就这事儿不能被别人知道。你看现在有句话说，要想生活过得去，必须头上有点绿。你从这句话能流行就知道，现在中国女性的出轨已经挺严重了，而且她这个出轨呢，成了很多人的一个痛点。那么咱们今天这期4大名著情商课啊，就来给大家说说这个痛点，为啥女人会出轨，怎么样防范这个出轨。那么说中国女性啊，在世界上最有名的呀，应该是这个保守，因为是文明古国嘛，咱们几千年延续到现在。那为啥出轨率这么高呢？它有这么4个原因：30避婚、离婚歧视、丈夫缺失、补偿心理。什么意思？咱一一给大家说。咱首先说这个30避婚。说以前呢，女人有个3从4德，3从什么呢？叫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婚姻啥的呢，得父母说了算，当然以父亲为主，母亲都得靠边站。现在呢，破除封建思想，男女平等，恋爱自由，但实际上真自由了吗？不完全是。在某种意义上，女人的婚姻呢，有的时候父母包办的可能性很大。你现在看各种相亲，各种逼婚，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现在社会上呢，有一种30避婚的思想，就说这女的30岁之前你想怎么谈恋爱没人管你，但是一接近30岁或者30岁以后，你再看看，你要没对象不结婚，过年你都回不去家。
像现在电视剧什么大女当嫁、剩男剩女、剩女进化论，你听这名就知道。现在影视剧还专门有一个类别叫剩女剧。剧里不管是你什么白领精英，你只要过了30，最大的烦恼就是嫁人。要怎么叫恨嫁呢？不嫁人，家里头就鸡飞狗跳，又哭又闹。其实哪有几个女人像影视剧呢那么幸福，说嫁人就能碰到一个合适的能够对眼的呢？现实生活当中啊，多半女人是被父母给逼着，你得嫁人了啊！你到这岁数不嫁人，你将来怎么办？越来越大了，最后逼来逼去，和一个自己根本不相配也不相爱的男人凑合凑合就结了。你说这样的生活能幸福吗？那么这个事儿呢，咱们不举现代例子，你举以前例子，就是封建社会这种事情造成跟自己不幸福的人在一块待着，然后出轨，别说现在，在过去都有不少。你像《水浒传》里潘金莲，这现在成了淫妇的象征了。其实你琢磨琢磨，他挺冤的。这个所谓啊，他的淫荡风流啊，其实从包办婚姻上来的。你看他当年怎么嫁给武大郎的？他原来是清河县一个大户人家的丫鬟，有一回得罪这个大户老爷了，老爷一生气呢，就把他呀包办给了清河县里头长得最丑、性格最木讷、看起来最没本事一个男人，谁？武大郎。婚后呢，一个长相貌美的文艺女青年和一个低配版的经济实用男，你说这婚姻能幸福吗？那不幸福，不平衡，他就得往外琢磨了。有的说老梁，你这强词夺理，你这硬给潘金莲洗白，那你结婚了以后不幸福，你就非得出轨，在外头找。其实呢，这书里头有个证据。为什么我说潘金莲冤枉呢？潘金莲骨子里头，她并不是一个原先就是个荡妇，她不是。你看她当年因为什么事得罪她家大户老爷呢？这叫张大户。因为这张大户觉得她年轻貌美，就总对她骚扰，想让她就范，她受不了了，告诉张大户的夫人，结果把这老爷给惹怒了，报复的让她去嫁给武大郎。所以她本性啊不是个浪荡的人，要真是浪荡人，她当年就跟了自个儿老爷呗，有吃有喝挺好，是吧？所以书里头呢，潘金莲浪荡的事儿呢，都是她嫁给武大郎之后。刚开始时候是在清河县，嫁给武大郎没多久呢，有几个浪荡子弟知道这事儿，挺嫉妒，说好好一块羊肉啊，落狗嘴里了，就勾搭潘金莲。潘金莲就跟这几个人呢有点暧昧。后来呢，他包括他勾搭武松、从了西门庆，都是在婚后。那为啥他在婚后本性大变呢？书里他也有交代，说他结婚以后呢，逐渐恼怒武大郎身材矮小、形象猥琐、不会风流，就是这俩人呢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所以潘金莲开始精神寂寞，这才有了外心。咱不是说这种行为啊值得提倡，或者说是情有可原，只能说潘金莲啊是个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咱看他勾搭武松的时候，还是有真情在里边的。如果当年他要是结婚不是跟武大郎，而是跟武二郎、跟武松结婚，我相信他可能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良家妇女。所以呢，现代社会里头30必嫁，家长干涉婚姻，导致婚姻一开始就错的，这是造成女性出轨的第一个原因。那么有人就不理解了，说你不幸福为啥不离婚呢？这确实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咱们说到了第二点，离婚者歧视。说中国女人出轨率第一，就是中国女人最不守妇道吗？不是。别的国家的女人都能从一而终吗？不是。恰恰是因为一些开放的西方国家呀，相对来说呢，对感情放得开，不合适咱就离。这离了你再跟谁好，不自由了吗？也合法吗？就不存在出轨这事儿了。可是中国女人很多时候不行，因为中国社会上有一种很奇怪的离婚者歧视的思想。所以我说离婚歧视是造成女人出轨的第二个原因。在中国呢，离婚还不是一个人的耻辱，是一个家庭的耻辱。你看男的离过婚，多半对他的个人价值不会有太大影响，甚至有的家长还劝自个儿闺女找结过一次婚的男人，有经验，被他前妻给调教差不多，值得疼人。但是离过婚的女人就不行了，什么二手的啊，不值钱了，很多贬低侮辱的评价就来了。而且离了婚的女人是那样，要有了孩子更麻烦。因为女人呢对孩子照顾的也好，也更爱孩子，说这孩子要跟了女的，你想再找就难了。
所以面对要离婚的局面下，很多女人，包括这些女人的家庭、家长、父母都是别离了，离了以后你咋整啊？忍气吞声啊，忍着忍着，憋得难受了怎么办？这时候出轨就成了一种可能性的选择。其实在封建社会呢，一个男人可以休妻，而女人只能被休。就刚才我说这种习惯的一种看法，离婚歧视对女人的歧视，其实也跟过去的男尊女卑有关系。被休了以后呢，你过去这女的回娘家是非常没地位的。你像孔雀东南飞那故事，本来焦仲卿、刘兰芝两人感情很好，但是因为呢这刘兰芝的婆婆死看不上她，没办法，这焦仲卿呢把刘兰芝休回家。本来是得等着过一阵看有所缓和呀，丈夫再把自个儿接回去。可是他哥哥知道以后非常生气，说家里有个被休的女人很丢人，让人给休回来了，离婚了。于是做主把她又嫁出去了。为了能够成全两个人的誓言呢，刘兰芝没办法，举身赴清池，投河死了。她前夫焦仲卿咋办？自挂东南枝上吊了。人间悲剧，孔雀东南飞就这么诞生了。而且封建社会呢，不但歧视离婚者，就算夫死二嫁，说白了，你丈夫死了，你再嫁人，都被当成不守妇道的表现。所以你看这个南方啊，你比方说这安徽徽州，有大片的贞节牌坊给守寡的女人立了。你看《红楼梦》里头，李纨呢明明是个特有生命活力的人，文化水平很高。你看她又是撺掇诗社，又给诗社拉赞助，但是她丈夫死了呢，她就只能守寡，硬生生的把自己憋屈成个活死人。还有薛宝钗，跟宝玉结了婚了，明知道贾宝玉不喜欢自己，后来宝玉人影都不见了，她也不能提出离婚解脱，得守着活寡，因为这是家族的颜面。还有的呢，为了让老公别休自己，古代女人什么都能忍。你看《红楼梦》里头邢夫人，她老公贾赦特别好色，相中了老祖宗身边的丫鬟鸳鸯了。这么不讨好的没脸的事儿，邢夫人不在内心里接受了，还舔着脸呢，找儿媳妇王熙凤商量对策，冒着风险呢，去跟这个老婆婆跟贾母那要人。你说为保住婚姻，她得拼成什么样？有人说那现代社会没这事儿了吧？有，前几年有个新闻，佳木斯有个孕妇，因为自己嫁给丈夫的时候不是处女，她丈夫耿耿于怀，所以她还怀着孕呢，帮着丈夫出去啊，找个护士要回家玩玩。结果这小姑娘不从，她帮着丈夫把这个小护士给弄死了。所以你看看，这虽然是个极端的案例，但确实能反映出这个离婚者歧视。这样的社会风气舆论下呢，女人对失去婚姻呢是充满恐惧的。所以你看现实当中拿自杀威胁老公的，老公出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抱着孩子跳楼的挺多。就算知识分子也不能免俗。前一阵子大火的一部剧《人民的名义》里边，你看那省委副书记高育良和他的老婆吴慧芬，一个是省级干部，一个是教授。结果高育良出轨了，还有孩子了。这个吴慧芬被迫离婚了，但是还要求保持表面上夫妻关系，为啥呢？怕别人笑话，得要脸。所以社会对女性离婚者的歧视，就让女人明明婚姻不幸福，也不敢轻易放手。那怎么办呢？别难受了，那就可能就出轨了。所以这是第二点，离婚歧视。第三点呢，造成中国女人出轨率高的是丈夫的缺失，造成女性情感孤独。现在有个特别流行说法，叫守寡式婚姻，丧偶式育儿。啥意思呢？就丈夫在家庭当中隐性，早出晚归，动不动加个班，好不容易在家待一会儿呢，嚷嚷累了，捧着手机打游戏再不拿着平板电脑这看电视剧，夫妻沟通几乎不存在。所以这叫守寡式婚姻，丧偶式育儿啊。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吧，叫情感回应。这情感回应什么意思呢？你回应了我的感情，我才觉得自己存在，觉得自己被重视。如果你没回应我的感情，我就没有存在感了。这样的家对自己大家来说，跟守空房没区别，甚至都有点像地狱。你比方说咱们前面说了，卢俊义和他的老婆贾氏，他这贾氏跟管家李固出轨了，什么原因呢？咱们不是给他找借口这里头确实有点原因。就卢俊义在家里就是个缺失的丈夫。书里头有这么几个地方说到两个人结婚5年了没孩子，为啥呢？
说卢俊义没这能力吗？不是，说两个人的夫妻生活根本不够。为啥呢？卢俊义这里说平息只顾打熬力气，不亲女色。他说练武功打熬力气，就怕一有夫妻生活啊，精气泄露，自己这功夫就下降了。所以贾氏在情感上是得不到滋润的，很寂寞。你包括坐楼杀妻里那阎婆惜，阎婆惜最早对宋江啊是有爱慕心和崇拜心的，可是宋江呢一心忙他的事，讲义气，结交群豪，仗义疏财，没工夫搭理他。俩人好不容易在一块呢，宋江也没啥说的，就是典型的情感不回应。那你不回应我，阎婆惜正当青春年少啊，那我找人回应我吧，就跟那张三勾搭到一块了。这后来才有坐楼杀妻的悲剧。其实咱们看呢，很多家里头老婆出轨，她那个老公要么是特别花心的渣男，心思总在外边采野花，要么是呢外人眼里特别出色的男人，事业有成，特别努力工作，特别仗义，对朋友有求必应。就说在朋友和事业上付出了非常多的精力，所以这就是两个极端。包括咱们之前说到，你像王宝强和马蓉，说马蓉出轨甚至转移财产，当然这里头固然有这个马蓉啊本性恶劣的一面，但是有个婚恋专家曾分析过两个人交往，他说了这么个事儿，说两个人的婚姻早就有隐患。就有一次采访呢，马蓉说人家别的夫妻啊周末时候都有些浪漫的事，看个电影啊，烛光晚餐呢，说点甜言蜜语啊，我们俩干啥呢？他拉着我上公园，让我看他打太极拳。王宝强事业心强啊，扮演的角色很多时候有武活，不拍戏时候也在家里练功，让老婆监督自个儿。你看在外人眼里看是个好男人，但是对于马蓉来说，这恐怕就处在一种情感忽视的一个状态。当然我再次声明，不是给谁找借口，我们只是就事论事的分析这个事情的方方面面。所以说女人出轨第三个原因，丈夫在家庭里的缺失。那么第四个原因呢，我们管它叫补偿心理。什么意思呢？这其实也是一种守寡式婚姻，丧偶式育儿。就丈夫缺失以后呢，做妻子的情感得不到回应，他会怨恨，包括家务呢全都堆到妻子身上，洗衣服做饭带孩子，他心里更不容易平衡。你前阵子有新闻说有女的刚生完孩子在家里带孩子，不小心呢孩子从床上摔起来，摔疼了，哭了，这时候丈夫怎么办呢？把自个儿老婆臭骂一顿，意思带孩子是你本分活，这点事你都干不好。接着呢他把媳妇带孩子搁家里了，不管了，自己出去喝酒去了。回来之后啊，他媳妇这种心理不平衡啊到了极点，一气之下把孩子顺窗户扔出去。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现在不也有这么个说法吗？说现代女性啊必须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斗得过小三，打得过流氓，还得带得了孩子，伺候好公公婆婆。你说这是女人吗？这简直是超人。那女人在面对家庭当中遇到这种不公平，心里不平衡怎么办？她得找平衡。你看2014年日本有部电视剧，这2年在中国挺火，叫《昼颜》，白昼的昼，颜面的颜。说的啥事呢？说一群家庭妇女平常在家里头啊相夫教子，特本分，可是老公上班以后呢，他们就出去寻找恋爱对象，谈一场婚姻以外的恋爱，婚外恋。其中有个女主角，她有句话特别能说出这种补偿心理的作用。她说呀，只有在外面得到爱情的滋润，回来才能带着愧疚的心情扶持好丈夫，继续做牛做马，要不然总觉得不平衡，会产生怨恨，婚姻就不幸福。有人说这简直强词夺理，但是你从补偿心理角度你琢磨琢磨，它有道理。包括呢，有的男的太花心，女的可能就会找着平衡，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你像《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她老公贾琏呢是非常典型的花心大萝卜。用王熙凤话说，别管什么脏的臭的，什么女的都往被窝里拉。那王熙凤本人呢，她不是个浪荡的人，你从她设计毒计啊，害死啊喜欢她的贾瑞就能看出来。她虽然喜欢敛财，心狠手辣，但是作为妻子来说，她挺守本分。可是面对贾琏的常年花心呢，她也需要补偿。所以她即使不实际出轨，她和那个贾琏的侄子贾蓉啊，总打情骂俏的，关系也有点暧昧，不清不楚。所以这个是造成女性出轨的第4个原因，补偿心理。那好，咱们前面也说了，这个补偿心理啊，丈夫缺失啊，等等，离婚歧视啊这些事儿，原因都知道了，怎么解决呢？女性出轨啊，是好几个人群的痛点。
丈夫痛，家长痛，女人自己也痛。那么解决之道呢，就得从这几个痛的人群上下手。咱们首先说丈夫，就妻子出轨，丈夫怎么办？丈夫要是知道啊，应该以陪伴和回应才是婚姻里最重要的。就中国人特别保守，特别羞于表达感情，甚至觉得都老夫老妻了，你有啥必要黏黏糊糊的，一块儿搭伙过日子就行了。所以自古以来啊，就是重利轻感情。那有个挺有名的故事，说有个中国女人在国外工作，看到一个街头卖艺的人，她就不理解，说这卖艺的人这艺术很高啊，怎么在街头混呢？这么惨呢？那你可以说你的国家这方面没人赏识你，我推荐你到我们国家，到中国去做音乐外教，又能教音乐又能教外语，那可挣钱了。这个卖艺人很客气的说，谢谢您的建议，我不想离开我的家人。这个女人就觉得，哎呀，这个男的太婆婆妈妈了。说你看我自己为了上进把我老公儿子都扔国内了，现在外面赚这么多钱，这才是成功的。其实他不知道，他周围的小伙伴一直可怜他，觉得他是为了讨生活要远离家人，太孤单了。就说中国人看似家庭意识很浓，实际上家庭意识很薄弱。你为了很多值得不值得的事都可以牺牲家庭。比方说工作，有调查显示呢，在中国大概有 72.6% 的丈夫每周会超时加班， 60% 的丈夫一周跟妻子孩子待在一起时间都不超过3小时。但是在很多国家呢，谈公事不能在吃晚饭时间，为啥？我不能耽误我和家人团聚时间，一切要以家人为重。只有这种意识，这个家庭才稳定。所以说你的妻子可能出现出轨，你就要考虑重视陪伴和回应，这是对丈夫负家庭责任感的基本要求。那么从妻子这角度呢，2点。第一个呢，要理解，就是从人的动物性来说呀，其实男人和女人有个本质不同的地方。就男人他会有亲子不确定性，什么意思呢？就他要有个孩子，那毕竟他不是10月怀胎的女性，他没法直接确定这孩子是不是他亲生的。所以为了保证孩子是自己的，他对异性的态度呢，就是要跟更多的异性发生关系，尽最大的可能去传播我的后代。我们说这是根上的东西。而女人呢，她没有这种不确定性，就这孩子要是我生出，那肯定是我的。所以女人对异性的态度是呢，我这个得和最优质的基因去生育后代，和最富有的男人去培养后代。所以这就是东食西宿。这个男的漂亮，我晚上跟他住，那男的家有钱，白天我在他家吃饭，目的是培育出最完美的后代，还要保证后代好好生存，不会夭折。所以从人类的根上来讲，这是男女本质的区别。所以女性啊，要战胜本性，就要理解这种啊啥都想要，这只是一种理想。你的丈夫既然陪伴你了，同时又能给你富足的生活，这个很难两全，你得舍弃一样。如果你选择让丈夫陪伴你，那你对富足的生活就要做出让步。如果你选择富足的生活，那丈夫在外边挣钱陪伴你少了，你就得认。所以对女人来说，对出轨事，你首先你得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第二呢，就是明白白头偕老啊，也不是婚姻标配，要敢于对婚姻说不，要敢于离开一段痛苦的婚姻，这是对自己对他人负责的态度。就不要是一提到离婚就觉得天塌下来。那么最后说家长这怎么做呢？很简单，很多夫妻不幸福是从小缺乏恋爱教育。我们中国人呢很羞于说爱啊，仅次于说性，好像觉得爱是一种耻辱，遇到早恋啥的就跟遇到洪水猛兽似的。这样孩子从小就没有一个正确恋爱观，长大了呢他也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怎样一段感情。哎，不要早恋，不要恋爱，而一到大学毕业了赶紧有个男的娶你，那你不经过培训，你怎么能从一个女孩直接就进入女人状态呢？那么有数据表示呢，中国有 70% 的婚姻呢都是没有爱情，这数字太可怕了。那么多没有爱情的婚姻，想不离不弃坚守阵地，是考验一个人的毅力和耐受力的。所以不要怕跟孩子谈论爱，要从小去灌输。比方说你自己的婚姻就是孩子未来婚姻最好的教科书。那么好，关于这女性出轨外遇啊，咱们说了4个原因和3个解决方式。最后再说一点，无论哪个人群遇到这事情的第一件事还得控制情绪。外遇是婚姻问题的一个极端体现，但是解决问题其实啥时候都不晚。
如果两个人很有感情，那就可以放下所谓的贞操观念，好好坐下来谈一谈，就是你们的婚姻到底哪儿出了问题，一定要想法去解决问题。不要完全考虑到自个面子不面子，因为有些脓包是捂不住的，他一定会出头的。而且对于我们人生来说，里子比面子那要重要的多呀。伴侣出轨要不要原谅？这期这话题啊，可能有的朋友一听啊，觉得不顺耳，说都出轨了，我还能原谅他？这是对爱情的不忠贞啊，对婚姻的这种不忠诚。您别着急，咱们慢慢谈这个事儿。您看说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出轨这个词儿呢，它起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它原来意思列车脱离轨道之后那就翻了。后来呢，就引申为男女脱离正常的道德准则，谋求非正当的感情。在2017年的时候呢，相关机构呢曾经对恋爱和已婚男女做过一份出轨调查。这个报告显示，83%的人有过出轨的想法，而50%多的人呢，确实有过出轨行为。其中21%的人呢，还有过多次出轨经历。相信这一组数字对于一向相信爱情、崇尚感情忠诚的我们来说恐怕是有点打击。就我们虽然知道出轨的存在，却没想到这出轨存在的如此普遍。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明星名人，都可能经历过出轨或者被出轨。那么这2年有关出轨的这个新闻呢，那是特别多的你比方说这个前一段时间呢，说在悉尼一家酒店里边咱们有个演员叫高云翔性侵一名女子。现在这个案件还在调查。那无论调查结果是啥样，这高云翔出轨是可以肯定的。他呢和董璇2个人是娱乐圈原来的一个模范夫妻，现在就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形象危机。那么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呢，高云翔的老婆董璇呢，先是在这微博上呢声援丈夫，后来还亲自到澳洲参加庭审，表示对丈夫的支持。最近呢还在自己微博上贴出一组很温馨的母女写真，用这个向别人证明我的家庭生活还一样。这一系列行为表明呢，董璇对于高云翔的出轨行为你甭管他是不是出于本意，反正他是选择了原谅。那么对董璇这个决定呢，很多人不理解，说出轨就不能原谅，这都是渣男。首先咱们说呢，出轨肯定是不对的，咱们不是给出轨洗白但是呢，该不该原谅却不能一棍子打死，你得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考量。那什么情况下能原谅，什么情况下不能原谅呢？咱们今天就好好说说，给那些身处在出轨漩涡的人呢，咱们出点主意。咱们先来说说呢，什么情况下的出轨是可以酌情原谅的？出轨呢包含2种，一种呢是精神出轨，一种是身体出轨。精神出轨呢可以说是身体出轨的前奏，相对而言呢程度较轻，所以精神出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原谅的。这一点呢，中国古人看得很明白。就我们古人在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水准的时候，有论心和论事2种区别。论心就是你的想法，论事就你到底干了啥。这一点呢，有副对联说得非常好，叫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论心钟鼓少完人。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人孝不孝敬老人，你得看他对老人有没有那份孝心。你不能看他是给老人创造多好的生活条件，吃穿住。因为什么呢？你要论这些的话那穷人家就没孝子了，他条件就那样。同样，你看着一个人生活作风的问题，你得根据他干了什么事来判断。你不能说因为他有了一些下流的想法或者心猿意马就有贼心呢，你就判断这人完了，不行了。你得看他有没有那贼点儿，他到底干了什么。如果你要就看说人这个心思想法，那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完人，那恐怕谁都有点这个乱七八糟的想法。当然呢，我这么说不是放任说让大家精神出轨，而是说对于精神出轨呢，
不用过度的沮丧，还有回旋的余地。你要在发现的时候呢，进行有效干预，找出对方精神出轨的原因，让他重新呢回到正轨上来。有时候呢，甚至可以利用精神出轨这件事来达到进一步稳定夫妻感情的目的。你看，我给大伙说件事，这是一个心理咨询师给我讲的例子。他呢有个朋友，事业上呢很成功，结婚10年了，对家庭一直很忠诚。有这么一天呢，他的爱人来找他来了，干嘛进行心理咨询？说是我老公最近有点不对。说怎么不对呢？我怀疑他出轨了。因为他跟这2口子都熟，这心理咨询师也基本无话不谈。他就问他媳妇说：“你说你老公我这朋友出轨了，你有什么证据吗？”结果他人说我这也没实际证据，我就觉得他最近呢总往这年轻了打扮原来他不修边幅，最近还总买些时髦衣服穿，而且呢还经常在那玩手机。他原来他不怎么玩手机，他老后的眼睛都花了，现在天天捧着手机，不知道他干嘛。这个时候这心理咨询师说：“你先回去，我帮你研究研究。”就这么的呢，他回去之后呢，这心理咨询师就把他这朋友约出来了。这哥俩呢就找一个地方吃饭，果然刚一吃饭呢，他这朋友把手机掏出来，在那又干嘛干这干那。他就问了，说是咱们认识这么些年了，咱俩这岁数眼睛都开始花了，以前呢没见你这么留恋手机呀，你就打个电话发微信，这干嘛？怎么这手机不离手了呢？怎么回事？你呀不对劲，你跟我说你用手机干嘛呢？他这朋友一开始还支支吾吾的遮，后来一看瞒不过去了，他就说了，说我呀有一回无意当中下载一个视频直播的软件，看到里边有个女主播，哎呦这个漂亮青春靓丽活泼，我就经常看她直播。后来呢给这女主播打赏，然后就私信这个女主播，加了微信了，一有空呢俩人就聊几句。就像当初一开始 QQ 流行的时候就跟网友聊天一样，觉得新鲜，觉得生活多不少乐趣。这个时候这心理咨询师就觉得这事儿可以理解，为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况呢作为这种中年男人，常年奋斗在工作跟家庭这氛围很枯燥，可以理解。可理解归理解呢，这样的生活再有乐趣它不正常。所以他对他朋友说你这个行为算得上精神出轨了，你对你老婆已经不忠诚了，你必须及时收手，否则呢很可能越陷越深，最后连家庭都搭上。结果他朋友说，我没想跟这个小女主播怎么样我就觉得这种状态挺好。就这么的俩人聊完了之后，也就第2天吧，这心理咨询师呢就把他爱人叫过来，一五一十把事跟他讲了。他说我告诉你，我跟你说不是我在这儿劝闲话，你得提起注意。怎么注意呢？这种事没那么严重，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可以原谅他，可以挽回。为啥呢？那个女主播就是个幻想对象，他们之间呢现在也没机会做什么越轨的事，所以你千万不要闹。这个事本来很容易解决，你一闹就不可收拾了。再一个呢，你要找着自己的问题，反省一下，是不是因为你也觉得生活很枯燥，你平常也不打扮了，家里头回家就是家里生活那点事儿，你也没有跟你爱人过多的交流，他才那么容易被外人吸引。他爱人就说了，说确实是我们俩有孩子以后两人之间互动越来越少，再加上呢俩人都有工作要忙，所以除了晚上睡觉俩人基本就没有2人世界。这个时候心理咨询师就说我建议你你先从形象上做改变，然后呢2人单独出去旅行一次，创造点单独在一块待着的机会，多交流，这感情能升温。他爱人呢就照这心理咨询师的方法做了。过年的时候呢把孩子交给老人带，2个人呢就出国旅行了。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这男的主动坦白了跟女主播的事儿。他爱人说，哎呀我早知道了，我原谅你了。这2人把话唠开了，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后来这俩人还玩上瘾了，经常呢还出去玩去。你看俩人感情人到中年了，反而这越来越好了。
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因为精神出轨而离婚的人呢，占极少部分。只要干预的够及时，引导的够正确，就会重新让生活走上正轨。而重新回归家庭的人呢，他一定会更懂得珍惜眼前人。所以呢，当发现自己另一半精神出轨的时候，不要说狠话，不要闹，能给机会的尽量给机会，能挽回的时候尽量挽回，别因此错过了一个有可能幸福白头到老的这么一个家庭氛围。所以这是我们说精神出轨。那么除了精神出轨之外呢，还有一种出轨呢，也可以酌情原谅，那就是偶然性出轨。什么叫偶然性出轨呢？就这出轨呢是偶然的，不是有计划的，或者出于好奇，出于新鲜感，或者耐不住诱惑，在特定的时机下出的轨。偶然性出轨呢有3个判断要点。第一个呢，就是出轨双方的关系当时处于呢一种偶然，他并不是说两个人一定就眉来眼去多长时间了。第二个呢，你那个另一半出轨，他不是主动的一方，是对方更主动。第三个呢，偶然出轨之后呢，你这另一半主动断掉了这种关系，就不往来了。比如双方呢当时出现了，你们两口子出现了严重的矛盾争吵，结果弄得呢非常不痛快，他情绪压力也挺大，或者呢两口子呢长期异地生活。如果这个时候刚好出现一个积极主动的异性，很可能你这另一半就会经不住诱惑出轨。那么当事情发生后呢，如果出轨方能主动断掉往来，并且绝情悔改，这就属于我刚才说的典型的偶然性出轨。咱们举个例子啊，这个前2年呢，香港有个导演叫彭顺，他出轨了，结果被那个记者给拍下来了。他的老婆叫李心洁，也是演员，在微博上就发声明说要携手走下去。他在微博上说12年的感情啊，不是3言2语可以说清楚的，我们终于慢慢学习到婚姻并非只是王子和公主的结合，说一辈子无忧无虑的幸福啊，是要靠我们坐下来面对对与错，快乐和痛苦，过去和未来。他这段声明是干嘛呢？向大众传递了2个信息。一个是呢，两个人已经处了12年了，虽然激情过去了，爱情也淡了，但关系不是轻易能断得了的。第二个，婚姻不是恋爱，它会有很多意外发生，他们已经做好了面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因为不能分开，因为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他最终选择了原谅。那么后来呢，媒体把这事儿给爆出来，说这个彭顺出轨的时候和他老婆李心洁基本上处于分居状态。当时李心洁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而彭顺的事业呢很平淡，再加上2个人聚少离多，所以才给出轨埋下了种。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偶然性出轨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呢当时夫妻双方的关系本身也出现了问题。再一个就是呢，彭顺的出轨对象那个女孩是个业界新人，基本上可以确定呢是他主动往上贴，他也是在这段婚外情里呢想借助彭顺呢来达成自己一些目的，想获得好处。最后一个呢，就事情发生之后呢，彭顺主动向李心洁坦白了事情的原委，并且立即提出我和那个女孩分手。这3个条件总结下来，彭顺可以说是偶然性出轨，这个定义没问题。那么在这件事情当中呢，李心洁也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他开始静下心来呢，重新开始经营这段失而复得的婚姻，并且在1年之后呢，她怀孕了，怀上双胞胎。如今呢，这一家4口呢，生活过得很平静。所以说，你看刚才我们看这偶然性出轨，它是可以被原谅的。他不是因为说在道德上就能过得去，要偶然性出轨，他毕竟也是出轨，而是因为呢感情的基础还没有被撼动。这个时候呢，如果出轨的一方能及时醒悟，并且痛改前非，那么被出轨的一方呢，也能及时反省自己，找到自己身上不足，也许婚姻呢就过了这次危机，就迈过了一道重要的坎儿，绝处逢生，并且有可能走向真正的幸福。所以我对很多人建议是呢，如果真的是偶然性出轨是第一次，如果真的是事出有因，你俩的感情基础呢还挺牢固，如果你想原谅他，那你就给自己吃点宽心丸，给自己一条活路，也给对方一条活路，那就原谅一次。那么相比李心洁对彭顺单纯感情上的原谅，我们再看另一对就有意思了，就马伊琍和文章。
有人说是不是马伊琍也觉得这个文章是偶然性出轨可以原谅？那不是，咱们现在根据报道能分析，文章可不是偶然性出轨，不符合刚才我们说那个偶然性出轨的3个特点。那文章出轨的时候呢，马伊琍呢刚生完2胎，她之所以选择原谅的最大原因，就经过我的分析，我觉得是因为孩子，马伊琍不想让2个孩子就失去父亲，再就是2个人的事业当时都处在高峰，如果分手，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事业上都会遭到严重打击。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有的人已经2口关系都不行了，还在那硬维持，然后各玩各的，这明星里也有不少这样的。为啥呢？他一旦分手，对双方来说经济上事业上都会遭受损失。在众多因素之下呢，马伊琍选择原谅文章，这个就是我要说的第3个出轨可以被原谅的因素，就是分手成本过大。如果你觉得分手成本太大无法承受，那恐怕你恶心也得恶心。人有时候就要向现实低下头，你必须要选择原谅。那事实证明呢，马伊琍当初的选择呢还是有道理的。现在呢这文章浪子回头，向马伊琍重新求婚，而马伊琍呢也凭借《我的前半生》这电视剧再次回到事业巅峰。文章的事业呢，当然他作为有过错的一方，有劣迹的艺人，他的事业不如以前势头猛，但是呢也基本稳稳当当往前走。这就应了当初马伊琍微博里那句话，叫且行且珍惜。我估计这2个人今后面对未来的每一步都会很小心，因为经过这一个事儿，他们知道这个婚姻呢失而复得，是来之不易的。那么跟这个类似的情况呢，还有贾乃亮对李小璐的原谅，谢杏芳对林丹的原谅等等，都是因为分手成本太大，要么是孩子，要么是家庭，要么双方父母，要么是经济上的，要么是事业上的。所以在衡量之后呢，选择原谅。这个不光是我们现代人，你看古人，《红楼梦》里边也有这样情况。《红楼梦》第44回里边讲说贾母给王熙凤过生日，让王熙凤多喝几杯，没想到几杯下肚之后呢，王熙凤就觉得哎呀醉了，就想回家睡觉。结果一回家，正好撞见呢她老公贾琏跟那包二家的那个婆娘在床上鬼混。王熙凤气急了，一脚踢开门，还不容分说抓住包二家就一顿打，又怕贾琏走出去，堵在门口站着骂，还把自个儿的丫头平儿抓过来一起参加战斗。这场面你说要多乱有多乱。这贾琏平时呢受到王熙凤压制，心里早有不满，他也喝点酒，这时候酒精上脑，从墙上把剑拔出来，就说不用寻死我也急了，我把你们全杀了，然后我偿命，大家弄个干净。这凤姐这时候酒可醒了，一看贾琏动真格玩命，往外跑，哭着往贾母那跑。这王熙凤呢跟贾母这告状，连哭带什么的。这时候贾琏拿着剑就赶过来了，就要杀王熙凤。这时候大家呢把贾琏赶紧拦住了，七嘴八舌的劝他，你干嘛？这贾琏呢放下剑走了。第二天呢，这贾琏酒醒了，那赶紧到贾母这又赔礼道歉呢。这贾母把贾琏好一通训斥，还让他给王熙凤赔礼道歉。这贾琏当然得一边作揖一边道歉。这时候王熙凤呢顺坡下驴，原谅贾琏了。那在这件事情上，很多《红楼梦》的读者觉得王熙凤反常。为什么？以这个凤辣子这样的性格没理都能讲出理来，何况他占理呢？他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放过贾琏呢？所以这一点来说，就是因为他觉得不原谅贾琏这个成本太大。首先他不能跟贾琏撕破脸，因为老贾家老王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如果你闹到这个份上惹出事，两家名誉都会受影响。再就是在当时社会呢，即便是你是名门之女，错不在你，但是你要被丈夫休了呀，就会被人说三道四，给娘家带来很大压力。所以说王熙凤对贾琏原谅，就是因为如果这事掰了分手，这成本太大。所以虽然王熙凤呢跟马伊琍呢是不同时代人，但是面对情况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最终处理方法也是一样的，就成本太大，不得不选择原谅。以上呢我们说这3种情况呢是可以原谅的出轨行为，大家不妨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符合这情况，对照之后你再决定也不迟。接下来我要说这3种情况呢是坚决不可以原谅的，如果遇到呢一定要当机立断，说散就散，不能原谅。第一个呢是婚前出轨，就没结婚就出轨了，就说明
你这另一半对感情的态度太随便，婚姻对他根本没有束缚力。有数据表明，婚前出轨的人，婚后出轨的可能性是90%，也就是说，他出轨行为不会因为结婚就停止了。再就是婚前出轨呢，会让你们的婚姻变得没有基础，基础不稳，日子必然倒塌。所以与其强撑着，就干脆就一开始的时候咱就出现这情况咱就断。我看过一个新闻很有意思，说有个女孩在准备婚礼的过程当中，意外发现未婚夫和她自己闺蜜搞到一块儿了。她呢并没有歇斯底里找未婚夫理论，而是暗中搜集证据，结果就拍下两个人在外边手拉手散步啊，在车里亲热的画面。之后她假装一切正常，婚礼也如期举行。婚礼当天呢，她这闺蜜是她伴娘，而这主持人呢让这个新郎新娘交换戒指，承诺对婚姻忠诚一辈子对她好。这女孩突然抢过话筒，大骂着新郎，并且在后边的屏幕上把她拍到的这个伴娘她这闺蜜跟新郎出轨的事公布于众，还放出他俩亲热的画面来。哎呦，观礼的亲友一片惊呼。这新郎当然颜面扫地，很狼狈离开现场，这伴娘也赶紧跟着撤了。那这个女孩呢，这行为是报复对方，这对错咱放一边儿。但是相比嫁给错的人，她的选择是对的，就起码这个时候我结束，在婚礼上我跟你结束，悬崖勒马。那么这样事如果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也要趁早了断，千万不要因为顾及面子委曲求全，因为你的苦别人不能帮你承受，要真结婚走到一块儿，那遭罪是你。所以第一种，婚前出轨不能原谅；第二种，惯性出轨，这是不可原谅的。因为相对于偶然性出轨来说，惯性出轨呢不仅指多次出轨，而且呢它并不是偶然的，是带着一定目的的，甚至是出轨这两个人长期隐瞒事实，就这边糊弄你，完他那边该怎么着还怎么着。那这样的人多次撒谎，毫无信任感可言，他往往跟你信誓旦旦承认错误，以后不会再犯了，过不长时间接着再犯。所以遇到惯性出轨的人，即便是你呢已经是俩人都有了孩子了，包括以前也恩爱过，你也得当机立断提出离婚，因为你拦不住他。我听过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呢，就在一个女高男低的家庭里头，这女方条件好，男方差点，男方多次出轨，女方就觉得导致对方出轨的原因呢，说是不是我太强势了，我赚钱多也给他带来压力啊，所以一直选择原谅。一直到自己丈夫第5次出轨的时候，这女方忍受不了了，她提出离婚。但是男方呢以孩子财产为借口，一直不肯签字。后来女方主动提出，我把我名下一套房子给你，一半存款也都给你，男方才同意离婚。这样一来，女方身边的人就不理解了，说你这离婚呢，男方是出轨，多次出轨，对你形成伤害，有过错在先，他净身出户都不有过，你怎么反而还要把财产多给他一些呢？女方说，我就是想马上跟他分开，因为和人生相比钱并不重要。他说这句话我很同意，就有些人在面对出轨的爱人的时候呢，一直选择委曲求全，为了孩子，为了脸面，甚至为了财产，方方面面都考虑了，他唯独没考虑到自己。难道你自个儿人生就不需要善待吗？明知道以后的生活暗无天日，为什么还要继续去呢？你得记住，只有你的人生幸福了，你的孩子才能幸福，你的父母才能幸福，你的财富才有意义。否则你即使再努力保持家庭完整，这家呢也已经是一个被腐蚀了的这么一个烂洞。所以其实他完全不用等到第5次出轨，他第2次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让他出局。所以这个惯性出轨是不能被原谅的。还有第3个出轨呢，是性质特别恶劣的。什么叫性质特别恶劣呢？你比方说出轨的形式是嫖娼，有的人说那嫖娼不能算出轨，那就逢场作戏什么。我告诉大家，嫖娼不仅是违法，像这种嫖娼出轨的方式往往比出现第3者更难被人接受。如果说这件事呢黑不提白不提，就你俩人知道，那问题还不大。可是往往呢嫖娼这事一旦要东窗事发，那就绝不是你们俩人知道那恐怕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弄个满城风雨。那么这种时候，这样的行为就不能被原谅了。你看导演王全因为嫖娼被抓了，当时他的妻子张雨绮二话没说选择跟他离婚。为什么？原因有4点。第一，嫖娼呢会让伴侣产生自我否定情绪，觉得自己
还不如外面一个三陪小姐吸引力大。第二个呢，嫖娼会激发伴侣的心理洁癖，觉得对方这么干的很脏，今后再跟他有身体接触的时候特别恶心。第三个呢，嫖娼作为一种交易，拉低了欲望的层次，会让伴侣觉得呀自己很廉价啊，自己也跟着不值钱了。说你在外面鬼混，你都给人钱呢，在家里呢，你等于不付费，而且还要以爱的名义，让人很难有继续付出感情的欲望。第四个是呢，嫖娼这样的事情传出去特别丢人，就是嫖娼这人丢人。你作为嫖娼者的这个爱人，你有没有信心能扛住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所以这种名誉上的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以上4点原因，每一种都让另一半难以承受。所以这时候选择分手是一种必然的解脱。而今天呢，咱们说了很多种出轨，也举了很多出轨例子。可能有人会觉得为什么你只说男人出轨而不说女人呢？对于这一点呢，我的解释的是，男人出轨的比例比女人要高一点，而且女人选择原谅的这个概率也比男人高。所以我以前说过吗？我说男人出轨女人忍，女人出轨自己滚。所以这也是社会对女人呢不宽容的地方。所以呢，咱们不要考虑这个问题，这也不是咱们这期要考虑的，把重点呢咱们放在哪些该原谅，哪些不该原谅上。还是那句话，仔细对照自己情况，看清楚了再做决定，别留遗憾，也别让你的遗憾呢继续。